大家好，欢迎来到语文老师的频道。你现在看到的是农民工老李，他是山东山区的老农民，以前自己在工地打工，老伴给人当保姆，儿子在苏州打工。他的账号经常记录一些工地小故事，比如工厂停工呀，工友被撞了，抢修机器呀，工地午饭呀，很积极乐观。2025年6月，老李的老伴被查出癌症，老李辞掉工作，开始陪老伴抗癌，体检手术住院，很多费用无法报销，全家又只能靠儿子打工赚钱。老李在儿子的帮助下学会了点外卖，发现拼好饭只需要1.7块就可以吃到肉。评论区一些人表示，以前不应该玩拼好饭梗的，有人点的是省事，老李点的是活命。除了把自己的伙食费压到最低，老李开始直播卖货，希望可以赚一些收入，他不想放弃老伴儿。短短几个月，老李肉眼可见的老了，直播间还经常被封禁的理由是消极负能量。直播间又被封了，说我消极负能量。为了片段我也看了，我就说那个谢谢大家的陪伴，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陪伴，谢谢大家。这很好解释了为什么社交媒体上会看到有人问中国有穷人吗？大家看不到穷人，是因为老李们常常被消失。老李已经很不幸了，但他可能还不是世界上最穷的那一批人。过去20年，全国生活水平的确在整体改善，但仍有7亿多人处在极端贫困线下，每年约有900万儿童活不过5岁。更扎心的是，很多孩子进了学校也无法学到什么。在中低收入国家，70%的10岁孩子读不懂一段简单文字，陷入学习贫困。我们经常听到脱贫攻坚这样的扶贫口号，中国对某些国家也是动辄几十亿的无偿援助，大撒币搞金钱外交。很多国家也制定了自己的扶贫政策，但为什么穷人的数量还是那么多呢？是因为他们懒惰不够努力吗？如果致富靠的是勤劳，那世界首富应该是头驴。是因为他们笨吗？有穷人思维吗？我们很容易将贫穷道德化，主观归因于懒惰这个性格问题，或是蠢笨这个智力问题，甚至有人觉得贫富靠命，穷人是活该。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班纳吉和杜福若，以及哈佛的经济学教授克雷默，表彰他们在对抗贫困方面做出的研究。我们都知道经济学派别挺多的，你要研究谁管经济，政府管还是市场管，就分出了自由派和凯恩斯派。你要研究咋分蛋糕，先做大还是先分好，就分出了效率派和福利派。你要研究人的决策靠不靠谱，是不是永远理性，就分出了传统派和行为派。你要研究人为什么一直穷，是制度结构问题还是个体选择问题，就分出了发展经济学里的制度派和实验派。我们之前聊的国家为什么失败，富裕的杠杆属于制度经济学，而今天讲的贫困的本质就属于发展经济学里的实验派，相对微观一些。他们不是研究国家制度怎么这么烂，而是在制度短期改不了的前提下，怎么让穷人先活得好一点。今天我们就通过他们的研究更深入了解一下贫穷的本质。其实在发展经济学中一直有一个老祖宗级别的争论，那就是对于穷人的援助到底有没有用。一些人会本能觉得给钱援助当然有用了，比如2005年纽约大学的萨克斯在《贫穷的终结》一书中说，如果富国在2005年到2025年间每年拿出1950亿美元援助穷国，那贫穷问题到2025年年末就能完全解决。不同意萨克斯的人也很多，比如曼哈顿的埃斯特利写了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以及白人的负担，世界银行任职的经济学家莫约写了援助的死亡。他们都认为援助是弊大于利的，有了援助，人们就停止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而使问题恶化。那么援助到底能解决贫穷，还是会滋养懒汉呢？我们看一下这张图，近几十年对非洲的援助非常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援助金额增加，非洲的 GDP 却没怎么变。奇了怪了，是不是南非政府非常腐败，把钱都贪污了，没建设国家，也没发给老百姓呢？还是说非洲人看见躺着也有钱拿，本来就不想干活，你还给我钱，那我就在家躺着等着发钱吧。既然难以弄清原因，那我们停止援助，来看看 GDP 怎么变化。停止援助后，没准非洲人自立自强， GDP 节节高升，那说明原来的援助是真没用，还有可能从此民不聊生，到处闹饥荒。那么到底会发生哪一种情况呢？光靠吵嘴是没办法得到答案的。以前航海时代，水手经常得怪病，牙龈烂掉，牙齿流血，最后死掉。大家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人说海上空气不好，有人说是触怒了海神。直到18世纪，一个英国军医詹姆斯林德想了个办法，随即把水手分成几组，这组喝酒，那组吃水果，这组吃药，那组什么都不干。结果发现吃柑橘可以有效防治坏死病，
做随机对比实验，你才知道哪一种方法是有效的。后面我们都知道了，柑橘里有维生素 C。班纳吉他们不靠官员直觉，不靠 NGO 情怀，也不搞学者空谈，而是深入到许多国家的穷人中间，花了20多年拆解问题，设计实验，用数据说话。我们首先聊聊穷人的健康问题。为什么富人的健康程度普遍比穷人好很多呢？穷人没钱，吃的就不健康，也没钱定期检查和保养身体，没时间健身，他们的健康状况是非常差的。身体不好，不能干重活累活，就找不到工作，赚不到钱，恶性循环，所以很难摆脱贫困。别说工作了，在许多贫穷落后的地区，有些儿童都难以活过5岁。我们都知道，很多疾病都是通过疫苗控制的，但全球每年有2500万儿童在疫苗免费的情况下，还是没有接受疫苗的注射。疫苗缺失，人就很脆弱，一旦流行传染病，人很容易就死了。那这些人为什么不打疫苗呢？是免费的疫苗结果乱收费吗？还是意识不够，觉得没用呢？他们去了班纳吉的老家印度，在拉贾斯坦邦的乌代布尔分布着许多村庄，这个地区的疫苗接种率只有 1%， 相当低了。神奇的是，那边疫苗接种的技术是没问题的，疫苗也确实是免费的，村民不需要花任何1分钱，家长对孩子接种疫苗也是支持态度。这就怪了，那接种率怎么就 1% 呢？他们在当地产生了一个猜想，那就是打疫苗太麻烦了。怎么说呢？当地的村庄零散分布在山里，疫苗接种点不可能每个村子一个，而是几个村子共用一个接种点。对于穷人来说，带孩子去打疫苗可能意味着请1天假，翻山越岭，到了接种点的工作人员又不一定时时都在，如果护士不在，疫苗没打上，还要翻山越岭回村子，最后损失了1天工资和大量的体力。不像富人请1天假没什么影响，穷人请假可能就没钱吃饭了，所以他们干脆不打疫苗了。为了验证这个猜想，他们用抽签的方式把村子随机分成3组，第一组是对照组，什么都不做，第二组是流动诊所组，验证他们是不是因为打疫苗太费事所以不打。这一组让打疫苗的车开入村庄常驻，工作人员稳定在岗，解决路太远不方便，服务不可靠的问题。第3组是流动诊所外加奖励组，在第2组的基础上，你来打疫苗，我再送你小礼物，给你2斤豆子，豆子本身很便宜，不是什么大钱。经过了一段时间，第1组什么都没做的，也会有孩子去打疫苗，但只有 6%。第2组村内常驻疫苗点的有 17%， 相比于第1组翻了将近3倍。第3组外加奖励的竟然达到了 38%。第2组的结果说明了他们的猜想是正确的，疫苗点太远不方便，直接就阻止了穷人做正确的事情。第3组和什么都不做的老样子相比，疫苗覆盖率大大提高，这说明提供奖励非常有效果。送豆子、送鸡蛋、送卫生纸，花小钱就能办大事儿。你可能会问，送东西成本不就提高了吗？而且打疫苗本身就是为了他们好，还要给奖励，不太合适吧？但其实这种方式成本最低。你想呀，2斤豆子就能让村民踊跃来打疫苗，原本可能花1年的时间，疫苗覆盖率才能上去。发豆子后，大家几天内都来打了，疫苗站不需要开那么久了，就不再需要那么多人工成本了，花小钱就能换大效率。他们也实际计算了成本，不发奖励，一个人打疫苗要补贴$56，有奖励，一个人只需要补贴$28。所以说，第3组的方式反而是最佳解法。和疫苗相似的预防性健康问题还有驱虫药。当驱虫药免费时，大约 75% 的家长愿意给孩子领取。当价格上升不足$1，但仍是重度补贴的情况下，使用率就直接掉到了 18%。在预防疟疾方面，他们用蚊帐也做了实验，免费时蚊帐的领取率达到了 99%， 当价格上升到$0.6，蚊帐领取率暴跌到 39%， 收费后更多人就不买蚊帐了。穷人在预防性健康的投入方面对价格极端敏感，哪怕价值$10的东西，我$1给你，接受度都很低，因为预防的收益往往在未来，而穷人的现金流压力就在今天，在此刻。今天多花点，刚性开销就没着落了。其实此类困境我们都有，缺乏信心、信念不坚、拖延，只是我们相比于极端贫穷的人来说，很多东西是不知不觉中得到的，不需要像水中加氯气，生下来就接种了疫苗，没被疟疾困扰过。除了健康，在教育方面，穷人和富人也有巨大差别。受过更好教育的人更容易变富有，他会让下一代接受更好的教育，从而正向循环。而且一个国家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1年，长期 GDP 将会增长 5% 到 20%， 个人收入平均提高 8% 到 10%， 教育的作用就是如此强大。但教育政策和援助类似，一直广受争议。争论的焦点不在于教育本身是好是坏，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同意，受教育总比不受教育要好，
大家争论的是政府是否要干预教育以及如何进行干预。很多批评家从需求角度思考，教育覆盖率不够或者教育质量低下，原因在于家长对教育不够重视。当教育回报足够高时，入学率自然就提高了。从需求视角看，入学率与教育回报率确实息息相关，就像投资一样，如果把教育看成另一种形式的投资，那目的就是赚到更多的钱，增加未来收入。但是有一个问题哈，如果把教育视为投资，那做投资决策的是家长，而未来获益的是孩子。哪怕很多孩子会为他们的父母带来投资回报，比如给他们养老，但很多孩子并不愿意这么做。所以对于贫穷的父母来说，他们怎么会愿意花钱送孩子上学呢？在穷人的教育困境上，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让穷人的孩子免于辍学，从而增加他们的受教育时间。一个地区孩子受教育年限低，都可能是由什么引起的呢？我们支援一笔钱用于提升当地的受教育年限，折算成100美金来看，花在不同的地方，提升的受教育年限非常不同。我们猜想受教育年限低，可能是山村里教师不够，对吧？用100美金招老师，可以让小孩平均多读 1.7 年的书。我们还可以补贴一些免费的营养午餐，有了免费的午餐，可以让小孩平均多读 2.8 年的书。看起来午餐比招老师好用一些，对吧？还有什么方法呢？孩子们不上学是不是因为生病了呀？如果给他们除虫，不让他们得寄生虫，是不是会留在课堂上更久呢？对比发现，除虫可以增加 28.6 年的读书年限，所以除虫这招很有效了。像上面我们提到的，其实更多人的猜想是爸妈意识不够，觉得读书无用，不想做这笔赌博一样的投资。本身孩子就多，还不如早早去打工，对吧？如果我们把100美金用在提升父母的教育意识上，让他们理解孩子不是你的赚钱工具，读书应该是父母馈赠给孩子的礼物。父母有了教育意识，会发生什么改变呢？贯彻这些观念不需要很多成本，但竟然可以增加40年的读书年限，这招的效率非常之高。所以在穷人的教育方面，经济学家们就建议印度政府给孩子们除虫，不然孩子病了就不来上学了。另外还要对家长进行教育，让家长知道孩子学历提高，未来找工作的时候就可以找到更好的，或者说你没学历是找不到工作的。家长有了教育意识，就能提高孩子的读书年限。这些政策建议后面也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除了增加教育时间，他们还做了关于提高教学质量的实验，比如给教师上考勤系统，防止翘班，降低学生的阅读障碍等等。所以说，很多时候不是说教育援助没用，是你把钱用没用在决定性的瓶颈上。除了健康和教育，围绕在贫穷上的还有生育问题。很多人都有一个观察结论，那就是越穷越爱生孩子。但经济学家吵了很多年的是，到底是因为穷没办法买避孕工具，想避孕也不知道怎么避孕，基础资源差，才导致了生很多孩子，还说他们本身就想多生。学者在印尼调研了10来年，提供避孕套、药品和诊所，结果需求派赢了，他们是真的想生，认为生越多越好。后面在孟加拉又搞了一个实验，不只提供药品工具，而是每周派2个工作者挨家挨户聊天，讲家庭计划，打破生越多越好的观念。生育率确实降下来了，但这和只提供工具相比，成本高了35倍，而且一旦停止上门，没多久效果就消失了。可是这是否意味着提高意识就能让穷人理性控制生育了呢？在肯尼亚，贫穷的女性青少年怀孕率很高，过早的怀孕既有抚养压力，又会染病，最终导致他们终身困苦。所以学校里搞起了禁欲教育，使用 ABCD 策略，让学生禁欲、忠诚、使用避孕套，否则你就会死亡。但怀孕率没有任何改变，讲道理没有改变行为，说明青少年不是因为无知才怀孕的。那用真相说话呢？学校告诉女孩一个事实，年长男性容易感染艾滋。学校的女孩果然开始不再和 Sugar Daddy 们约会了，怀孕率从 5.5% 降低到了 3.7%， 下降了1/3。当女孩们开始权衡风险，选择就发生了改变。第3个实验更让人意想不到，那就是给女孩发校服，让她们留在学校。1年后，怀孕率从 14% 降到了 11%， 甚至有2/3的女孩推迟了第一次怀孕的时间，因为留在学校里看起来比生孩子更有未来。在穷人爱生孩子的话题中，我们经常忽略生孩子到底是谁在做决策。在对这些贫穷地区的调查中，男人其实想要更多孩子，女人倾向少生。男人对避孕需求更低，女人要承担身体成本，却不一定有决策权。一旦年龄小，没受教育，没工作，她就很难反对丈夫。生育是夫妻的决定，但在穷人家庭里，显然双方的权利是不对等的。就像中国那些被卖进大山的女人，铁链女，她们没有选择空间。我们之前做过一期影片，叫《孝顺是中国的文化糟粕》，里面就提到过，要子女孝顺，就是因为制度没有给人老去之后的保障，
你需要一个孩子当养老保险，你需要教育孩子作为理财投资，用孩子当自己人生的风险对冲。亲子关系是利用而不是爱。在其他不发达的社会中，穷人的孩子也一样被当成养老工具。穷人没社保没存款，老了要找个人来靠。一个印尼老人生了9个孩子，就跟买彩票一样，希望总有1、2个能出息，用子女数量对冲一下命不好。中国的计划生育其实就是一个大型的活体实验。一胎政策后，孩子少了，储蓄暴涨，少生一个孩子，存款多了 10%。孩子少了，那未来养老不能都压在一个娃身上呀，所以就多存点钱兜底。包括重男轻女也是一个逻辑，女孩被认为养老指不上，这些都不是情感问题，是算账的问题。最后我们回到重中之重，富人跟穷人最本质的差别，一个有钱，一个没钱。首先，穷人生活中的风险实在太多了。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一下这张图，横坐标是你今天的收入，纵坐标是你明天的收入。假设你的财富累积一直不变，我们就得到了这条直线。直线之上每个点，今天和明天收入都一样，都是均衡点。比如说这个 P 点，今天收入和明天的收入是相等的。可现实不是这条直线。假如今天你有金山银山，那你可以钱生钱，投资也好，创业也好，你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假设你兜里的钱很少，吃了上顿没下顿，你只会变得更穷。所以实际的情况是一条 S 型曲线。假如你很有钱，今日收入在 B2 这个点上，那么你明天的收入比今天高呀，它第2天就会向右走，第3天继续向右走，慢慢达到 Q 点，富裕均衡点。只要你在 S 型曲线的上半部分，任意一点都行，你都会一点点向右挪，挪到富裕均衡点。反过来你比较穷，在 A1 这个点上，明天的收入比今天少，就会逐渐向左走，到达 N 点，贫穷均衡点。从 P 点以左的区域就叫做贫穷陷阱，过 P 点这条平行 Y 轴的线就是一条翻身线。之所以说穷人生活都是风险，比如你看，穷人在 B1 这个点，本来慢慢在累积财富，总有一天可以到富裕均衡点的，但是突然的疾病就会导致他们一下子掉进贫穷陷阱里，像开篇老李遇到的家人生病一样。而富人哪怕小富，最终还是可以走向富裕，他们会给自己买保险，会锻炼身体，会为了未来不生病而花钱。穷人朝不保夕，很难为明天花钱。有人就想了呀，那我们是不是能帮助穷人逃出贫穷陷阱呢？是不是只要银行借给穷人一些本金，让他们不担心朝不保夕，就能越过越好呢？可是通常越穷的人借钱越贵，穷人没抵押，收入不稳，所以利息高，银行并不愿意做穷人的生意，于是出现了小额贷款。小额贷款靠的是熟人社会和压力运作，利息也非常高，因为它需要很多催债人监督收钱，管理成本高。在印度海德拉巴对小额贷款机构的调研显示，它仅仅对一些既有的小生意产生了正面影响。跟踪3年后，我们以为会去贷款的家庭其实都不去借钱，就算有一些人去借钱了，花在哪里可能也让你大跌眼镜。这就要谈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穷人的自控力被生活掏空了，他们每天都在面临生存压力，诱惑就变得更为致命。比如生理需求，对性、糖、烟、脂肪类食品的需求。在面临要不要存钱来实现长期目标时，比如要不要买一台电视，穷人会听到一种声音，那就是电视机很遥远，永远都买不起，还不如来盒烟。一杯40元的奶茶对富人来讲只是花点零钱，根本谈不上诱惑，甚至有的人觉得不健康就不消费了。可对于穷人来说，一杯奶茶明明是半天的饭钱，但偏偏生活越苦越需要这种小快乐水来续命。长期目标对穷人来说太遥远，他们要不断克服自己的欲望，那存钱的吸引力就变小了。攒很久的钱，最后买了香奈儿包，花2个月的工资买了新出的苹果手机，都是同样的道理。穷人对奢侈品的喜爱就是没有长远的希望，但想要给生活找点及时的乐趣。富人没有克服欲望这个过程，想买包就买，想换手机就换，所以富裕也增加了人的耐心，贫穷让人失去耐心。总结一下，穷人难以存钱，会进行摆烂性消费，他们也根本没时间思考生活如何变得更好。贫困并不是懒惰和笨可以解释的，它是风险、习惯等多个因素的综合结果。不要用贫穷思维去审判别人，他可能只是在忙着求生。解决贫困自然是个道阻且长的活儿，但这本书中的实验在20年内重塑了发展经济学，持续产出了至今能用于政策设计的结果。这些项目触达的人数可达数亿。正是这些深入贫困国家的人，把钱从无效的项目里挪出来，投入到真正有效的那一边，说清楚了到底什么干预有效，有效多少，为什么有效。他们才是脚踏实地试图解决贫困的人。希望贫穷的人越来越少，世界越来越好。好了，今天的贫穷本质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留言告诉我们吧。
记得点赞、订阅和热推，也欢迎加入频道会员。我们下期见，拜拜。